各位朋友，大家好。过去我已经做过几期了，就是德语媒体反馈中国电动汽车的情况。因为这次中国有几家公司带着真的车子到德国慕尼黑参加这个车展，在德国媒体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给德国人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震慑或者震撼吧。德国人觉得，突然之间中国一夜之间这个汽车就赶上德国或者超过德国了，让他们德国很受不了。其实我觉得中国根本就不是一夜之间，而是早就布局了10多年了。只不过在过去德国媒体呢很少去报道中国这方面的进展，这1-2年吧才零星的报道了中国电动汽车的情况。所以绝大部分德国人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状况呢没有什么了解，或者根本就不了解。所以这次前往德国，而且比较高调的亮相，让德国人真的大吃一惊。对于德国媒体呢大规模的报道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情况，有一位网友说，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我们中国的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反思怎么样。并不是说中国人因为现在这点进步就自满了，并不是。我觉得是出了一口恶气之后叫后快，让自己开心一点，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科技人员、中国的工程师，还有中国的经理人，一直在砥砺前行，为了中国的各方面吧，不仅仅是这个汽车工业，对吧？真的特别努力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出一口恶气，让自己放松，然后呢，让自己找乐子，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过度的反思没有必要。这位网友还说，其实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在德国销售情况并不很好，反而是德国电动车在德国销售非常的好。那既然德国车那么好，为什么在中国它卖不出去呢？为什么大众汽车的电动车要降价出售呢？表明它在中国竞争不过中国电动车了嘛？因为它的质量不好，设计也不行，那个续航也不行，等等，反正有很多原因了。为什么现在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动汽车在德国市场或者在欧洲市场卖的并不是很好，还不是很好，而德国电动汽车在本国市场卖得好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电动汽车其实还没有大规模的登陆欧洲以及德国，真正在德国上市的中国的电动车其实目前还很少。第二个，德国市场以及欧洲市场的选择性非常的小，比如说可能大众汽车它只有一款，对吧？那种奔驰、奥迪还有宝马，可能它也是只有一款，然后还有其他杂牌的。也就是在德国在欧洲市场总的算下来，市场上可提供的款式只有10几种、20种，顶天了，可选择太少了，加上中国还没有登陆。还有第三，德国要资源没资源，要技术可能只有一定的技术，电动车方面关于资源方面，我们也明白，德国呢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那么这个电动车技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电池技术吧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中国电动车技术方面有全套的这个产业链都在中国。比如说，德国电动车它的电池几乎都要从中国进口，或者在中国这宁德时代在德国东德开的工厂从那里购买。德国本国是没有自己电动车的那个产品的。前段时间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大众呢，它参股小鹏汽车，对吧？然后呢，比如说奥迪利用上汽的那个生产线来生产奥迪的汽车，相当于贴牌。它生产之后呢，返回德国，然后贴上奥迪的标签，就这样。其实真正的技术还是中国的，对不对？第四个原因，消费者有思维惯性，对不对？德国车过去它的牌子非常小，它主要是卖那个牌子。它的质量我们知道，德国权威机构都说了，中国电动车的质量不会比德国更差，只会比德国更好，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德国。创新、电池的续航、电池本身的技术等等，这是德国权威机构说的，不是我自己，而且是德国媒体报道出来的
我只是翻译。普通消费者呢有思维惯性，所以呢，在德国，德国人本身就是非常对自己国家非常骄傲的民族，他们喜欢购买自己本国的车，于是，在市场选择少的情况下，恰好又有德国，比如说大众它的电动车，所以大众车就卖得好呗，就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就这4个。昨天，德国媒体又对中国电动车做了报道，比如说德国电视1台，还有法兰克福汇报。咱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这2家媒体的报道。我们先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是怎么报道的。来自亚洲的新款电动汽车，中国在德国电动汽车市场的雄心壮志。中国在慕尼黑国际汽车展上占支配地位，在德国的道路上，中国电动汽车仍然是例外，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很快改变。中国汽车制造商雄心勃勃。根据法国咨询公司 Innovative 的研究，欧洲只有8%的电动汽车来自中国，但这一比例正在增长。2022年仅为6%。在慕尼黑举办的国际汽车展 IAA Mobility 上，中国的雄心壮志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随处可见中国广告标语，可以听到大量参展者说中文。来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供应商和电池公司约有70家参展商，是最大的参展团。在慕尼黑车展的参展商中，约有40%来自亚洲。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名字是英文 Build Your Dreams， 成就梦想的缩写。根据比亚迪提供的数据，迄今已售出500万辆电动汽车，其中包含混合动力型汽车。多年来，凭借燃油车，大众汽车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上一直是无可争议的老大。然而，在转向电动汽车方面，大众汽车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其市场领导地位已被来自中国南方工业大都市深圳的这个竞争对手比亚迪所取代。比亚迪以最大的展台亮相国际汽车展，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人头攒动，成就梦想，高层管理人员高举拳头，齐声高呼，雄心勃勃。仅用了11个月时间，我们就在15个欧洲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比亚迪海鸥将于2024年在德国上市，售价45000欧元，与特斯拉 Model 3竞争。德国客户注重质量和服务。根据汽车供应商大陆集团的一项调查，45%的德国司机目前可以想象购买一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作为一个传统的汽车大国，德国对来自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的制造商来说，仍然具有特殊意义。德国客户非常注重质量和服务，德国人工作严谨，对我们来说是另一个学习过程。中国技术协会会长万钢在接受德国国家电视1台采访时说，这可能意味着如果中国在那里取得成功，就没有人能够追赶得上。德国知识点评，老实说，我觉得这一段体现出德国人的傲慢，或者前科技部长万钢出于客气说这样的话。德国人工作真的严谨吗？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难道中国人就不严谨？如果不严谨，中国能建立自己的空间站？能从月球取回岩石样品？能登陆火星？如果德国人严谨，那为什么德国人办不到呢？好，我们继续往下。万钢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位71岁的上海教授曾在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学习驱动技术，之后在奥迪工作了10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2007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科技部长，在此期间，中国掀起了电动汽车热潮，原则是给予支持，但有所要求。一些汽车制造商至少部分由国家机构或国有企业拥有，而其他制造商则获得补贴。北京政府强制执行电动汽车生产配额，以便中国的所有制造商都能制造出更多的电动汽车。与此同时，燃油车的淘汰也为中国客户带来了回报。首先，绿色汽车它的标牌是绿色的，上牌费用在大城市并不像燃油车那样昂贵，绿色车牌不需要任何费用。其次，购买电动汽车有国家补贴，事实上，这项补贴本应到期，现在这项补贴已延长至2025年。对于价格低于19000欧元的汽车，
补贴甚至延长至2027年。打折战导致价格下跌，由特斯拉引发的大规模打折战对价格造成了额外的压力。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师约翰·希伯特说，这场价格战让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空间变得微乎其微。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或许这场打折战正是对德国市场发起攻势的原因之一。除比亚迪外，其他中国电动汽车品牌也宣布将在德国市场推出产品，其中包括跃马、东风、蔚来和小鹏。汽车行业是否会像太阳能行业一样，成为一场对德国不利的残酷厮杀呢？德国供应商在国际汽车展 IAA 上表现轻松，因为他们与来自中国的新品牌合作愉快，合作推动产业发展。万钢也不相信残酷的竞争，在他看来，中德汽车工业将继续携手合作。当我们谈论电动汽车时，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一起去做。事实上，德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之间已经有了合作。以小鹏汽车为例，大众汽车收购了这家来自广州的初创企业不到5%的股份，目前正在利用小鹏汽车的技术制造2款数字网络电动汽车。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落后的软件是德国汽车失去光环的主要原因。来自北京附近保定的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的新闻发言人菲利普·科穆勒解释说，车内的整个信息娱乐系统非常重要，有闪烁的灯光和精心设计的功能。我们欧洲人喜欢简单一点，低调一点。欧洲人还不希望车里有自拍功能或者卡拉 OK 功能，但也会朝着这个方向改变。充电仍是核心问题。充电系统是国际汽车展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梅赛德斯的老板凯勒纽斯谈到了一个新的高性能充电网络，该网络最早将于今年秋天在中国、美国和德国投入使用。宝马老板齐普斯强调与全球市场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合作。宁德时代目前正在德国图林根州建厂。比亚迪也是从1995年开始生产电池的。北京分析机构 Autodatas 的董成武说，比亚迪今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仍在自己生产电池，这种生产深度对他们很有帮助。然而，总部位于上海的蔚来汽车公司依靠的不是充电，而是更换电池。从荷兰到阿尔卑斯山，蔚来汽车建造了所谓的电池更换站，它们看起来像车棚，汽车可以自动停入其中，然后车辆底盘打开，空电池由机器人在4分钟内换成满电池。德国最重要的能源巨头之一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蔚来汽车欧洲区负责人张辉说，去年12月底，我们与巴福能源集团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未来几年，我们将能在巴福能源的超级充电站基地上建设换电站。蔚来汽车希望通过租赁模式解决电池价格高昂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我希望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市场，我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等得不耐烦了。下一条评论：德国汽车从纳税人那里获得了数十亿欧元的补贴，却没有生产出任何能够买得起的汽车。下一条评论：中国的电动汽车好得无与伦比，尤其是像大众汽车的作假的厂家，可以滚蛋了。2-3年后，我很乐意买这样一辆中国的电动车。下一条评论：我永远不会买这样的垃圾。下一条评论：好吧，亲爱的德国人，你们想保留旧技术，从而导致我们失去了市场。下一条评论：好自为之吧。如果一辆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售价相当于3.2万欧元，那么同款车型在欧洲的售价为5.6万欧元。下一条评论：奶奶的，没钱呐！下一条评论：什么中国人？习近平将用他疯狂的中国式垮台来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条评论：现在买比亚迪、上汽、北汽和吉利的股票。下条评论：这个人跟帖说，买戴姆勒和宝马的股票，他们是热门的被收购的候选人。下条评论：买宁德时代的股票吧。下条评论：
所有数据都会直接传送给中共。特斯拉汽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所有地方行驶？甚至有些高速公路都禁止特斯拉汽车通行。下一条评论：我只开德国制造的燃油车。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贴出了成龙的一张图，关键字是白左，用德语解释了白左的意思。下一条评论：我10几年前就说过，普通消费者会青睐中国紧凑型电动车，德国汽车业又会喊着要补贴，因为他们能够做的只有欺诈，消费者不会忘记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的脚步不太一样，与德国大众的观点一样，这家媒体坚信中国电动车进入西方市场的模式与当年日本以及之后的南朝鲜一样，这样的认知是否太肤浅，还是他们真的说对了？我们来看看该报道吧。国际汽车展上的中国汽车远东来的第3波人。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像日本和南朝鲜一样进军欧洲，他们仍处于起步阶段。慕尼黑有几家中国车企，但绝非全部。已经成功了2次，还能成功第3次吗？日本制造商早已在欧洲站稳了脚跟，后来的南朝鲜制造商更快地取得了成功。现在中国人也来了，其中一些厂商在慕尼黑参展，但绝非全部。名爵作为在德国最成功的品牌，2023年上半年新上牌将近1万辆，却只在里姆的专业展会上展出，也就是说并不面向普通消费者。东风和悦马也是如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Build Your Dreams 的比亚迪 BYD 在靠近大众和欧宝的欧登广场亮相 Odensplatz。 此外，在中国国内市场销量刚刚超过大众汽车的中国人也展示了他们大型商务豪华品牌腾势。与大众汽车合作的小鹏也与阿维达的同行一起在国王广场上亮相。除了比亚迪之外，还有几家已经在德国开展业务并销售汽车的公司，他们缺席了本次慕尼黑车展。但无论如何，爱驰汽车、拥有欧拉品牌的长城汽车或蔚来汽车都还没有起步，他们的销售数字微不足道。领克等品牌也乏善可陈，毕竟他们在今年上半年只售出了不到1700辆汽车，极星的销量为3158辆。但由于总部设在哥德堡，它更像一个欧洲品牌，尽管该汽车是在中国制造的。重新定位的 Smart 品牌也是如此，与沃尔沃、领克和极星一样，中国吉利集团在与梅赛德斯奔驰的新合资企业中占51%多数股。Smart 在路德维希大街设有展台，迄今为止已售出2000多辆新的1号车，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功。至于重新调整后的品牌是否有足够的伸缩性来销售更大的车型，我们拭目以待。在慕尼黑，3号车感觉走在前面，1号车已经在大型试驾报告中展示了它的实力。与编辑部迄今为止驾驶过的所有中国电动汽车一样，几乎没有什么缺点，质量似乎很可靠，续航里程也可以接受。但这些汽车绝非特价产品，一辆蔚来汽车的售价高达9万欧元，目前还没有一款经济实惠的小型电动汽车。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为什么宝马总裁齐普斯要在4月的上海车展上告诉观众，宝马的心脏在中国跳动？自信一点不会有什么坏处，好的产品才能让客户幸福。中国当然是个棘手的问题。Stellantis 公司的多品牌老板塔瓦雷斯一再表示了他对市场力量分配不平等的不满，因为如果受政治引导，本土企业的行为可能会与西方企业不同。西方允许公开竞争，这可以被视为一项成就，也可以说是天真。关于这一点还会有一些争论。政治先决条件不同，但这听起来也有点像当年日本人和南朝鲜人进入欧美市场一样。德国知识点评：大家有没有发现，西方人不是健忘就是双标？说西方允许公开竞争，他们忘记了是如何打压及制裁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西方多国联合起来禁止华为，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公开竞争，真不要脸。如果今后西方车企无法与中国竞争时，
可能会丢掉气候保护的遮羞布，重新允许燃油车，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言而无信的西方国家这样毁约的例子太多了，企业精神也就骗骗3岁小孩，或者中国国内一些西方的舔狗。好吧，我们来看看德国读者评论吧。第一条评论：名爵的成功令人印象深刻，应该问的是他的基因，而不是其英国基因。中国人买下了包括商标在一起的一切。名爵由上汽集团制造，自大众汽车进入中国以来，他们也一直在生产大众汽车，其他的则是一汽大众。许多技术诀窍从大众德国总部流向了上汽集团，这就是亚洲的美德：消化、吸收和改进。在德国，根据我认识的一位销售专家的建议，他们依靠成熟的汽车经销商，而不是像最初计划的那样依靠互联网销售。因此，所有的要素都是正确的。虽然许多公司会再次消失，昙花一现，但从长远来看，最好的公司会在这里站稳脚跟。欧洲的知名品牌也会有所帮助。欧盟市场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的发展。下一条评论：如今购买德国汽车总是含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零部件。奔驰车的附加值几乎完全由德国创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可以造好车，但他们没有宝马、大众或奔驰的辉煌历史，南朝鲜人也没有，但他们通过在欧洲制造或者共同设计许多车型，学会了制造汽车。即使是日本汽车，也有一个老爷车市场。对我来说，汽车仍然是一种适用的东西，但并非完全没有情感。而对我来说，中国产品是绝对没有感情的。德国汽车制造商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将面临竞争。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好的时代，而作为产业基地的德国将会一片黑暗，非常非常的暗绿色。下一条评论：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将几乎是最丑的中国汽车作为配图展示真的很不错。提示下，远东地区其实也有相当漂亮的汽车。下一条评论：为什么德国汽车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如此受到青睐？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在设计印象上超越了中国，而是因为这是一种追求完美的欧洲时尚，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调性。任何与亚洲品味的亲近都有一种自杀的意味。德国企业总部的傻瓜们何时才会恍然大悟？过去的成功秘诀同样适用于未来。如果中国千篇一律的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没有在此期间导致毁灭的话，那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可以把中国产品做得更好，最重要的是更便宜。德国知识补充：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读者群一般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所以不管是报道本身还是读者评论，这些自以为是的德国人很喜欢用复杂以及绕弯子的德语来描述，导致最后反而不知所云。所以尽管我下了很大的功夫翻译出来，我觉得中文也很难懂，很别扭，很对不起大家，我已经尽力了。下一条评论：我目前因为工作原因在中国，作为一家中型企业的受聘厂长，至少可以说，我觉得您的说法相当令人尴尬。我们德国人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正是因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迎合中国是软弱的表现。在中国，只有当你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为你使用德国原材料和德国机器生产的产品感到自豪时，你才会受到尊重。中国人喜欢并尊重我们德国人，因为我们依然强大。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对我们来说就会很悲哀。下一条评论听起来很有趣，市场终于有了动静。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厌倦了德国的一成不变的老式产品。我们不应该犯补贴德国制造商的错误。从中期来看，他们终究会消失。下一条评论：让我们等待第一次冲撞测试的结果吧。与日本和南朝鲜的比较会产生误解，因为后者使用的是类似的技术。然而，中国人几乎只有在纯电动汽车领域独占鳌头。虽然这个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大，被大肆炒作，但仍然是小众产品，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
大多数人仍然购买燃油车，尽管有些是混合动力型汽车。大多数电动车爱好者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动车，因此本报最近也报道了某种饱和效应。在中国有数十万辆上牌的电动车被闲置，现在谁知道15年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德国知识补充，这位是典型的没有接触过电动车的德国人。另外，德国官媒以及众多德国主流媒体也转载了南非那位反华博主网上发布的中国电动车尸体成堆的画面，让西方人非常高潮。说中国为了拔高电动车的销售数量，故意把刚上牌的电动汽车直接报废。我们想，任何一个正常思维的中国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谣言，但西方媒体集体高潮，乐此不疲地转载此类未经证实的假新闻。在西方媒体中，关于中国的假新闻太多了，但由于他们都这样报道，所以读者们几乎不知道真相。即使有些人知道，他们没有话语权，所以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比如我的声音，那个假新闻的视频获得了高达370万点击啊！这就是西方假新闻的能量，有15000多条评论。我只看了最新几条，几乎都认为这个南非佬说的是事实，真的太令人气愤了。此人已经不在中国了，却一直在发布一些抹黑中国的视频，所以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背后有某国的资金及人力在支持，而这个人目前就住在这个某大国。下一条评论，中国对外国汽车有一长串的限制性、阻碍性规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是懦夫。我们可以向他们开放市场，但请始终以对等为基础。下一条评论，南朝鲜人和日本人的汽车由欧洲人设计，在欧洲制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销路。目前来自中国的产品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例外情况是所有那些有欧洲经理和设计师帮助的产品。当然，中国人购买这些令人困惑的东西是市场力量的保证，但我对这些产品并不信服，甚至连品牌名称都非常糟糕。下一条评论，在中国制造商得到国家支持的同时，我们的制造商却因女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不断增加的强制脱钩而落后。在某些时候，这些制造商主要在国外生产，最终被中国制造商收购，然后我们失业的本地工程师就会穿着皮裤表演舞蹈来取悦中国游客。这画面太尴尬了吧？好吧，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看来呀，德国网民们对中国电动汽车接受度不怎么高啊，与慕尼黑展会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键盘侠太多了呢？ OK， 朋友们，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